万众期待的93阅兵终于在北京时间9月3日的上午9点如期而至。此前已经通过多期视频，透过彩排时市民拍到的新信号给大家打过预防针了。没想到想的还是简单了，还是有很多新装备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就像洲际弹道导弹直接跳过了东风51，直接端出了个东风61，实在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次阅兵的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本次阅兵的最大亮点。首先，各检阅模块的缩写，之前的阅兵科普视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次跟19年的国庆大阅兵差别不大，分别是陆上作战 LZ、 海上作战 HZ、 防空反导 FK、 信息作战 XA、 无人作战 WR、 后勤防护 HF 以及最后的战略打击 ZL。不过战略打击模块中的这款 JL-1 型，此前一直猜测到底是什么。从弹体构造来看，明显不是前射的巨浪1型。后来今天终于揭晓，原来是空机发射的核导弹惊雷1，这也是此款武器的首次曝光。好的，我们先从 LZ 陆上作战模块开始说。首先率先出场的主战坦克呢，从老熟人 99A 升级到了 99B， 也该升级了，毕竟已经用了10多年的坦克了。当然军迷关注的重点都放在了随后出场的第4代坦克的身上了。这款双离谱坦克此前外界一直称之为 ZTZ201， 阅兵过后型号终于确定为 ZTZ100 新型坦克了。本次阅兵先出场4辆，编号为 LZ161 到164，而后紧跟着的4辆 LZ171 到174为100型新一代的履带式火力支援车。这两型在此前阅兵彩排的视频中已进行过着重介绍。除此之外呢，在第一方阵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人员和装备是从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英勇胜利旅的现役装备中抽调组成而来的。而这支部队的前身正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的第115师，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等重大抗日战役，时任师长正是林彪。而后该部队先后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纵以及赫赫有名的第38军，并在解放战争时从松花江畔一直打到云南中缅边境。38军在建国后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可谓战功赫赫，最终获得了万岁军的称号。阅兵方队的第一阵来自这支部队，可以说羽翼非凡。随后登场的包括了105毫米的轮式突击车、12毫米自行榴弹炮、 ZLB08 式轮式步战车以及新式空降伞兵战车，没什么可说的了，之前都介绍过了。再后面从 LZ401 开始的191式远程厢式火箭炮还是比较有看点的。前面的远火分别携带2个4连装的370毫米火箭弹，此前也有展出过。不过后面的携带2个单装750毫米战术型导弹的远火却是第一次出现，算是个亮点。接下来 HZ 海上作战模块，最大亮点莫过于首次曝光的舰载激光武器了。前面出现的应该是海红旗 9C 以及红旗10，没啥说的，之前都出现过，央视镜头也没怎么带到。在后面的舰载激光武器可就是第一次出现了。它的作战模式主要是通过高功率的激光束对敌方的光学传感器进行精准打击和破坏，不仅对无人机可以有效反制，还能对来袭的导弹进行拦截。由于海上的无人目标在未来将成为主流，而且数量会很庞大，而防空导弹价格又实在太贵，拦截无人机、无人艇等完全达不到成本等效。而且从火控雷达锁定到发射并命中还存在时间差问题，因此舰载激光武器 LY-1 将有效填补这一空白，并成为真正改变海上作战规则的跨时代武器。至于 LY 代表什么意思，官方一直都没有公布啊，这里也只能盲猜一下了。考虑到激光武器的光束有灼烧感，因此 LY 叫做烈焰的可能性是有的。当然了，猎杀空中无人机叫做猎鹰也是有可能的。后面的鹰击系列此前也让大家重点关注了，全是新家伙。鹰击15应该是对鹰击 12A 的升级，尽管做过一定程度的优化，但体型依旧巨大，让歼15挂载确实有点吃力，估计还是要舰载。但这尺寸放在垂直发射单元中好像也不行，因此装在舰上的倾斜发射箱还是比较合适的。后面的鹰击19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这项技术美国一直都情有独钟啊。不过到现在，美国一款超人冲压高超弹都没有搞出来，反倒被中国悄无声息地搞了出来，还率先装备上了。鹰击19的弹径在3款中最细，不知道使用鱼雷发射管能否也能发射。接下来的鹰击17就是东风17的海基版本，这个在预料之中啊。再加上后面的双锥体弹头的鹰击20，中国一次阅兵就已经将当今世界主流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全部集齐，可谓非常震撼。再下来从 HZ311 开始，先是出现了3款从轻型到重型的鱼雷，阅兵展示鱼雷这可还是首次啊。最后出现的 AQS-003A 是一款智能水雷，封锁港口、近海、浅滩等尤为合适，未来用在哪里也不言可喻了啊。再接下来的 FK 防空反导模块跟之前一样，一上来就是各种雷达，全都收起来了，也没啥好说的。接下来的防空导弹呢，一共出现了6款，其中红旗 22A 和红旗 9C 都是对此前型号的升级，不多说了。红旗11是一款新型的近程防空武器，此前在22年的珠海航展亮相过了。红旗20可是第一次曝光啊，它的设计指标非常明确，就是反隐身。什么隐身五代机、隐身无人机，甚至隐身巡航导弹都在它的打击范围之内。最后就是红旗19和红旗29反导武器了。红旗19在去年珠海航展已经展出了，红旗29却是首次登场啊。这次基本上把此前一直很神秘的从中段到末段反导大杀器都通通亮了出来。再接下去的陆基反无人机方队以及 XZ 信息作战模块，此前也说过了，就不多说了。接下来的重头戏 WR 无人作战模块，这次跟以往不同的是呢，把无人作战模块也分成了陆海空分别展示。陆上无人作战装备最先出来的就是履带式反坦克机器人、无人轮式突击机器人以及无人搭载车等等啊。最大的亮点自然就是4组仿真型无人作战机器狼了。海军无人方阵中呢，3款全是新家伙，最先出场的就是之前被绿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无人水下潜航器 HSU-100 了，这次终于露出了真容。这款潜航器呢，应该是上次国庆大阅兵中首次曝光的 HSU-001 潜航器的升级版。上次的 HSU-001 长度只有5米，与一台汽车大小类似。这次的 HSU-100 则要大得多，主要承担侦察、情报收集等任务。接下来出来的是无人水面舰艇，这款无人艇整体采用隐身设计，并配有多个光学传感器，舰首还配有主炮，看起来体积并不是特别大，船体四周还有多个吊饵，用于起重机将其吊入海中。无人艇可以执行情报收集、侦察监视，甚至还能承担一定程度的海上作战任务，其插杂一体的特性也算是我军水面舰艇的中程辽舰了。最后出场的就是此前已经密集曝光的 AJX-002 无人潜航器了。央视解说将其称为无人布雷系统，言外之意就是它可以发射水雷，这就跟之前展出的 AQS-003A 智能水雷联系在一起了。如果 AJX-002 能发射智能水雷，那同等体量的鱼雷自然也不在话下了。这2款潜航器相比无人艇来说呢，水下的通信难度自然要大得多，因此推估采用 AI 实现自主任务模式的程度也会非常高。空军无人作战方面呢，攻击11率先登场。央视画面中呢，在机翼处隐约看到了条纹，但尚不清楚是否为舰载版。紧接着的一款有点像翼龙2，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可挂载数十枚导弹进行饱和攻击，也可以挂载声纳浮标吊舱等用于反潜。再接下来4款就是无人僚机了，前面的2个一胖一瘦，均为背部进气套且有垂尾的设计，后面的2款呢体型更大，且均为无垂尾的非隐身布局，而且后面的机翼有多个豁口，明显可以打开，用以提高机动能力。中程僚机的概念呢是美国人提出来的，这次我们阅兵一次性就端出4个型号，这又一次印证了美国人负责制作 PPT， 中国人负责实现和装备。后面跟着的4架无人直升机确实也比较新颖啊，后面等有机会我们来详细说说。再接下来的 HF 后勤防护模块此前也讲过了，就此略过。最后就来到了压轴出场的战略打击模块了。首先的长剑 20A 巡航导弹应该为长剑10的空射型，轰 6M 可搭载4枚，轰 6K 呢可搭载6枚。而后出场的鹰击 18C 竟然没有摆在 HZ 海上作战模块中展出，
而是放在了战略打击方阵，确实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证明它虽然挂了个鹰击18的名号，但已经跟鹰击18和鹰击18A 渐行渐远。尤其是弹头前部有个巨大的光学窗口，对于传统的对陆固定目标攻击来说呢，这个窗口有些大，而且成本太高，过于奢侈。因此推估鹰击18C 应该可以做到搜索识别，并且攻击陆地或海上的移动目标，这样其前部的光学传感器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充分利用。接下来出场的长剑1000主要是火箭军的装备了，用于取代上次阅兵出现并已经停产的长剑100。下一个方阵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方队了。率先出场的鹰击21是陆基东风 21D 的海基版本，最早出现呢是在22年海军宣传片中，在05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筒中射出。这次虽是首次亮相阅兵，但推测实际已经服役很久了。接下来的东风17没啥说的了，此前已出现过视频介绍。而东风 26D 则是把东风26换了个高超弹头的改进型，看起来还是圆锥体。没能展出成波体弹头的东风27还是比较遗憾的。最后的核导弹方队亮点最多了啊！首先空机的惊雷1，这个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啊，一点先兆都没有，也难怪很多军迷猜名字猜了好久。从外形看，用的还是双锥体的高超音速弹头，而从长度判断呢，应该还是2级火箭助推，预估射程可达3000至4000公里。如果由轰6N 携带并空中加油的前提下呢，是可以攻击8000公里外的目标的。因此惊雷1核导弹也确实是中国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重要一环了。再接下来的海基发射的巨浪3型呢，取代了此前的巨浪2，这个跟此前预估的一致。再接下来的可就所有人都没想到了，本以为东风41不来，有可能要上东风51，没想到直接端出的却是东风61。这个东风61是什么来头？什么参数？到底还有没有东风51？镜头面前，甭管普通网友还是一众专家啊，全都是一头雾水。很多电视台请来的专家都不敢评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如果东风61是取代东风41，成为我国现役装备最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上次阅兵东风41压轴出场的惯例，东风61也应该最后一个登场吧？但这次阅兵偏不，竟然只给他安排在了倒数第3个出场，后面还跟着东风31BJ 以及东风5C 洲际弹道导弹。东风31再怎么魔改也达不到东风41的程度吧？而作为取代东风41的东风61被安排在了这个位置，参数还真的不好猜了，约摸着15000公里朝上吧。最后出场的东风5C 是东风5B 的升级版。东风5系列呢是采用2级液体火箭发动机，之前5B 出来的时候呢，是2级火箭加弹头和1级火箭分2辆车分开展示的，而这次则是采用了3台特种装备车，把弹头单独拎出来独立展示了，看得出来是圆锥体的弹头设计。而根据央视解说的说法呢，东风5C 的打击范围是覆盖全球，而地球最长的周长是4万公里左右，那么要达到覆盖全球无死角，射程就要达到2万公里。那么东风5C 的射程会无限接近2万公里吗？后续等更多参数信息曝光，一切将见分晓。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